好，今天我们来说贝多芬的《月光》。哇，这个曲子，这可以说是除了致爱丽丝，可能是贝多芬在所有的钢琴曲里最著名的一曲了啊。这首曲子呢，我小的时候呢是拿它来念诗，就是那个念唐诗用的。我们当时这个1年级的时候，大家都要念诗嘛，然后就是配上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嘛，然后我就用这个和那个舒伯特那小夜曲这俩曲子，然后就念诗，效果特别好。每次念完，大家说哇，好有感情啊！我说实际跟我没啥关系，是这一上来就有感情了。你可以试试这个，念什么都行，就是这一上来，马上就带滤镜了。对 ，OK， 我们说点正事啊。这首曲子呢，它是属于是一个幻想曲式的奏鸣曲。对，所以它实际是把慢乐章弄成低乐章，一般低乐章都是快板或中板，它上来就是个缓板，也有点像莫扎特的幻想的奏鸣曲，就是学那个。对，但是呢，更具有爱情的这种铺垫。对，他们很多时候说他是在这个月光下这个牵了一个这个他很喜欢的姑娘的手啊，怎么说就梦中情人吧，就这么说吧。然后可能梦中情人到现实中了那种感觉。因为贝多芬这个人呢，他对这个贵族啊，他从来不摘帽，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因为见着贵族他才来摘帽，而是一种出于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那个之来啊，这个什么人。然后他和那个歌德呀，就是德国的另外最厉害的文学大师，他俩就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然后呢，就是歌德就特别有那种所谓的绅士风度，就摘帽。就贝多芬名言就是说，多少年以后，谁也不记着这些亲王的名儿，只记着贝多芬的名儿。他属于这样一个人，而且可能跟他耳朵背有关系，他也可能不听别人的话吧，对。所以贝多芬的音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弹就进去，直接就进入到这个状态里。你不管是就他活在他的世界里，他跟世界之外他完全没什么关系。就在他的音乐里，他就是最重要的人，别人都不重要。对，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这么传播度这么强，因为他的音乐是极具这种个性化。对，把古典音乐推成了一个就是极具个性化的这个艺术啊。我觉得他虽然是在这个所谓宫殿这个圈子里面弹啊，就是但他跟他们好像没啥关系，就是跟这种纯宫殿的这种艺术没有太大关系。他好像是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贝多芬啊。所以首先呢，他这个曲子上来这个和声啊，这也是多少这个流行音乐用的这个铺垫，然后写流行歌啊什么什么，受了太多的这个影响了啊。就是他这个曲子上来以后，你已经进入到他的这个世界里了，都不需要任何的点缀。这曲子是不是月光，它都是月光。你想他对爱情都这么沉重，这么讲吧，如果作为一个情歌的话，我觉得过于沉重。但是对于一个当时的奏鸣曲上来讲，这曲子就是一个幻想曲，这就感觉不是很奏鸣曲的一个曲子，就是完全它可以专门单练出来就是幻想曲，月光幻想曲，甚至可以这样。但是我是真是觉得这曲子写的太好了，因为又很简单，所以这并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它那个味儿弹出来。而且这曲子也不难弹，我可以说有几个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都弹，比如说科比，他经常夜里弹这个曲子来找灵感。